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这集我们不说政治不说时政，其他什么都不说。我说什么呢？我要感谢我今天这里要感谢那个中国青年郑国成和那个闲不住阿姨感谢两位那个频道主给我的大力支持因为怎么回事呢？今天那个我那个到那个郑国成和那个闲不住阿姨那个频道里面，我发留言，说实话我去。发广告了就是那个我说我是新频道那个希望那个大家那个团结起来一起做那个爱国 UP 主联盟之类的反正一通目的就是想那个拉点广告对吧，拉点粉丝。没想到那个国成真的挺热心的把我那个留言置顶了，在他那期那个我今天是几点钟我忘了把我那个留言置顶了。然后呢，又留言，他回复我，还鼓励我，哎呀，我挺感动了。但没想到我跟你讲，那个我现在我刚才看了一下已经是727个粉丝了。我本来那个发留言之前我才400多个，480好像470几个，反正就是一天之内那个增加了将近250个250我太吃惊了太吃惊了。说实话，那当然了，不光光是那个国成这儿的粉丝那个国成这儿的粉丝应该是最多的，因为我在国成这儿那个他帮我留言之后好多人回复了支持我顶我，也有骂的对吧？说实话也有骂的，那很少，毕竟很少1-2个那大多数是支持我的，然后过来帮我订订阅怎么样的，还看了。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各位粉丝各位那个爱国那个网友那个国成那个应该是算，因为我油管我看的时间不长，我才看大概2个多月。那个据其他那个爱国网友，我也平时也看别人的评论就是其他的那个网友的评论说，国成是那个油管那个中文频道里面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以爱国立场为主题做那个 UP 主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好像是2年了吧，还是多少我没仔细看一直坚持到现在，粉丝我看了一下10几万了非常不容易，要有十几万个订阅量非常难我非常难。年纪又轻我觉得那个国成前途不可限量大有可为。那国成以后你如果有机会，我好像记得你是吉林吧，东北那边的事，吉林。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来上海，我请你喝酒不开玩笑，真的我认真的还有呢，我也感谢那个闲不住阿姨。说我几乎把那个油管中文频道里边爱国 UP 主的我都发了一遍我都发了一遍那个留言广告。那个国成是那个支持我的力度最大的阿姨也支持也很大。那个闲不住阿姨我也感谢一下闲不住阿姨那个她也会回复我，给我一个心红心赞，然后呢又回复我说我留言了说我订阅了我这里也祝阿姨那个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我们共同努力为国发声，对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我那个留言上说的，对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今天呢，就是说我那个大致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频道的情况我呢是10月12号上传了第一个视频10月12号，今天是11月2号，对吧？10几天20天不到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孔子学院那个刘强被美国说是自杀，我认为是被自杀。那么我觉得不行，必须要做点什么，对吧？要做点什么，然后就做了第一期视频，就是说，我的第一期视频是从孔子学院代表刘强死亡我判断在美华人将大祸临头华人能回国的赶紧回国吧就是这期视频，对吧？那么那个没想到就是说国成的粉丝留言非常踊跃非常踊跃，那个还帮我指出我的许多不足之处那个说实话，我本来不吃媒体这行饭，完全是外行，就是平时呢喜欢历史，喜欢军事，喜欢国际政治，喜欢那个时政，对吧？喜欢吹，喜欢侃，是吧？但是呢，真正的你上镜那个做呢，从来没有过，第一次那个还觉得还行吧，就是说但是很多地方是很不专业的比如那个那个就是普通话不够专业
口头禅比较多啊，对吧？然后说话的语速很快啊，每期视频时间太长啊，这些我都会想办法一改，只要我能做到的网友指出不足之处啊，我都会改正。我今后就尽量把那个每一集的视频控制在那个15分钟，最长不超过20分钟，那么让各位网友看起来不会觉得时间太长，对吧？那个我做那个自媒体啊，也是心血来潮啊，一时技痒啊，那个有很多肯定有很多错漏之处啊。希望各位网友多多包涵啊，多多指正啊。下面留言有问题留言没关系，我会看，然后我会尽量改正，只要我能做到的啊。那同时我那个还有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广大的那个爱国网友啊，大力支持啊，那个我没想到啊，就是说。特别油管主要针对是海外的那个舆论场，对吧？那一般你看到了那个外边那个恨路党、恨国党、带路党乱七八糟很多的，还有包括那些台独那个绿蛙，对吧？我没想到那个今天一留言，好多人都来支持啊！你看，我是70后啊，那个很多网友，肯定还有60后啊、70后啊、80后、90后，甚至00后，都身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小受到的就是什么爱国主义啊，爱党、爱国、爱人民，对吧？那个国外那么多恨国党、带路党、无良公知、卵子、民运分子、民族分裂分子，还有一些体制内的那个。原来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后来由于那个种种原因，政治斗争失败了啊，出国了，然后反体制啊，那些白痴啊，比如蔡霞，那个还有罗瑞卿那个二儿子罗宇啊，任志强啊，阎立梦之类的，对吧？那还有一些那个被通缉的经济罪犯，比如大骗子郭文贵，郭大总统，新中国联邦，对吧？他已经晚了。今天那个国内新闻爆出来，2002年已经有出过一个新中国联邦了，只不过没有公开啊。郭文贵啊，你不容后尘啊，不容后尘啊。那么那些坏蛋啊。反华分子啊，不断的在国内外无中生有的造谣抹黑中国啊，特别是法轮功轮者，所谓大法系那个媒体啊，背后全部是 CIA 啊，那个 NGO 啊，就美国那些影子政府的资助的非盈利性团体啊，还有台湾的情报部门，全部都背后资金支持的，否则那个大法系那个媒体哪来那么多钱去？这2年那个媒体做的非常大，对吧？那么多人还要发工资啊，对吧？还有到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大使馆门前举牌子抗议，哪来那么多钱啊？那个钱天上刮来的。李洪志有那么大本事吗？有那么大本事赚钱，李洪志那就不搞法轮功了，知道不？对吧？那么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配合国外的反华反共势力的，在所有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面啊，全方位的造谣抹黑中国。那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红枪密使党内派系斗争啊、残酷斗争、毫无人性之类的那些根本无法考证的、没有证据的那些假新闻啊 ，fake news， 对吧？来迷惑海内外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啊。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颠覆现在的中共政权，对吧？他的目的就这样，很简单，很明了。我们一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毛主席说过了，那路线错了。那知识越多越反动啊，一点没错啊。俗话说得好，不怕流氓，就怕有文化的流氓，对吧？那回想当年那个反右运动啊，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那个新建立的中共政权不服啊，心不服气啊，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泥腿子，没有文化，没见识，对吧？没有读过书，看不起共产党。这是当时中国各大城市里面的那个知识分子普遍的那种心理状态。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得很，对吧？看不起他，然后呢，认为他们自己是属于什么呢？高级人啊，高级中国人读书人是吧？属于那个古代属于士大夫阶层。那从汉武帝那个朝代实行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那2000多年里边无论那个王朝如何更替不管谁来做皇帝。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都是和天子共治天下了那个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把控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的话语权。那说实话，很多连皇帝窝囊一点或者平庸一点皇帝拿那些读书人有功名的读书人士大夫没有办法，一点没办法。
最典型的朝代就是南北宋和那个大明了啊，和大明了。那虽然啊，那个贱奴野猪皮，对吧？满洲打死，入主中原成功了，对汉人进行了无数次的大屠杀，包括其中杀了很多读书人啊，兴起了多起的文字狱，对吧？强化了那个满清的皇权啊。除了那个八旗弟子有铁杆庄稼，剩下的就有那个贿赂啊，不是就有那个俸禄啊，他们叫铁杆庄稼，对吧？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还是属于特权阶层，可以享受到比一般普通民众啊多得多的特权啊，比如什么见官不贵啊，还这个那个的好多特权了，是吧？那所以啊，新中国成立后啊，那帮那个旧文人啊，心中一直心心念念的怀念民国时期啊，那个当时对读书人的优待啊，还有所谓的言论自由，当时是非常优待。我记得那个李大钊啊，那个北大当教授一年那个工资要100还是200大元，当时200大元不得了了，可以这个大概一个四合院才没多少钱，才几十块大洋，我跟你讲，非常多的钱啊，所以待遇是非常好的。啊，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优待读书人，对吧？优待读书人。那所以呢，就是那帮人那个心里有那种优越感，在当时啊，建国初期没多少无几年，就经常发表一些那个反党啊、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那些言论啊，报纸上嘛写书啊，乱七八糟啊，对吧？说暗讽啊，而且蛊惑了相当大的一批底层民众和基层干部。那所以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也没办法，其实没有其他办法。那为了保卫啊新成立不久的那些政权，不让那帮当时恨国党、共识当时就有了啊，就是那帮知识分子，对吧？不让那帮带路党们把那个蛊惑那个人心啊，所以只能发动一场运动啊，反右，对吧？来处理那一帮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所谓文化人啊。那说实话，共产党对他们已经非常客气了。只是就是降低工资待遇，对吧？减薪啊，下放劳动，进学习班学习，我觉得已经很温和了，你知道吧？你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和满清那些文字狱啊，那个动不动就文字狱啊，然后杀个人头滚滚，一场文字狱下来，大家去看那些史料，一场文字狱下来受牵连的都是成千上万的，对吧？啊，包括那个著名的金庸啊，金庸他原名姓查，对吧？查良镛嘛。他祖上姓查什么我忘了，是包衣奴才，对吧？是包衣啊，也是比一般的普通汉人高一等了，也是受文字狱牵连。结果呢，他出卖自己的最要好的朋友啊，然后想办法脱身了。你看，靠出卖朋友这种人啊。那说到因言获罪啊，中国历朝历代2000多年都有。那你欧美啊，特别是那个美国，因言获罪的也很多。就举现在的历史啊，当代啊，今年啊。那个3、4月份吧，那个美军那个航空母舰啊，罗斯福号，对吧？那个舰长叫克洛泽尔，那个因为那个战斗群航母战斗群里边那个蔓延的已经就好几百个人了，对吧？他写信给那个国防部一封求援信，然后呢没人理他啊，然后呢不准他靠岸还怎么样？然后他一气之下，做了吹哨人，然后把爆料给媒体，好，结果什么惨遭解雇，对吧？那一解雇，退休金也没了。美国的那个 pension 退休金，福利算很高了，你知道吧？那退休金没，他后半生就没着落了。你说他冤不冤啊？是吧？他遭解雇了，那就是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了，啥都没了。就像那个是蔡小吧，对吧？开除那个公职之后，那个取消退休待遇，对吧？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活该啊！那个你说因言获罪吧？第二个就著名的斯诺登，对吧？斯诺登那曝光了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监听他国包括盟国领导人的电话和其他通讯。结果被美国全世界追杀，不是说那个开除了，全世界追杀。还好前段时间斯诺登拿到俄罗斯的绿卡了，总算有个落脚之地了啊。那政治庇护，对吧？政治庇护。那举完美国的例子，因言获罪啊，然后再说说老蒋啊，国民党你们那帮国粉啊，特别是那个什么呀，高晓松之类的国粉啊、公知啊，那些人啊，心里心心念念的民国多么的自由民主，黄金10年。我跟你讲啊，老蒋没有杀文化人一点没手软啊，老蒋杀过好多文化人，我举4个比较有名的啊，一个叫杨信佛啊。
社会活动家，那个管理科学先驱。1932年与宋美龄等组织了中华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啊，对吧？他是属于左派的，对吧？左派的。那老蒋不管你左派就得杀啊，引起了老蒋的那个记恨。33年6月18日啊，杨新佛与妻子杨小佛驾车外出时啊，被埋伏在那个必经之路的那个国民党特务啊，不是军统就是中统了，对吧？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我不知道是什么路，我没去查啊。第二个史良才，南京人啊。著名报人我估计是总编还是老板啊，申报的总经理，对吧？34年11月13日死于国民党特务的刺杀啊，因为据说他曾与蒋介石对过话，老蒋威胁了我有100万兵啊，史良才不是了，我有100万读者，哎，读者粉丝也是力量，我跟你讲啊，真的现在真的。第3名，我们那个中学都学过李公朴，对吧？出生于江苏淮安，哎，跟周总理是老乡哎，淮安对吧？江苏淮安人啊，那个著名的社会教育家，民盟早期领导人，46年7月11号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昆明啊，好像在演讲完了回家的路上被人刺杀了，对吧？啊，第4个闻一多也是我们中学课本里有的啊，湖北浠水人，著名学者、著名诗人，民盟早期领导人啊，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啊，共产党的好朋友。46年7月15号，也是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距李公朴遇刺仅仅4天啊！你看老蒋杀起文来一点不手软啊！共产党没杀人，我跟你讲啊，别造谣，从来没杀过人啊！自杀或者怎么样啊，生病死另外一回事，对吧？那就算啊，当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重新发落啊，还是有人呢心怀怨恨啊，比如啊谁啊？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现在很著名的因武汉日记出名的啊。著名的武汉作协副主席方方同学，对吧？还有湖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梁延平，日本美学主攻日本美学的，日本有什么美学啊 ？AV 片啊，日本美学笑死人了，不学无术那帮人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是赵世林，以他们为代表的那帮无良公知带罗党之流，对吧？他们就应该被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民所唾弃啊！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那由于我们自从78年或者80年改开后，对吧？那政府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人力、物力、财力什么所有的资源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面去了，对吧？忽视了意识形态和舆论阵地的那些占领和就是忽视了这个重要性，放弃了呢当时的毛主席时代的输出革命。我跟你讲，当时毛主席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底层民众的真心的爱戴。我跟你讲，世界各国都有毛派分子，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啊，收听那个北京的短波电台啊，就是收音机。我们原来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听过收音机调短波听美国之音啊，对吧？当时那帮人听那个北京的那个革命电台啊，你信不信啊？这个世界真有趣，我跟你讲。还看人民日报社论啊。英文版的，对吧？毛主席的时代还遍布东南亚啊，就是现在东盟十国遍布每个国家都有啊，都有毛派武装游击队，毛派游击队是吧？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现在还有，对吧？那个所有的国家都有，我跟你讲包括印度现在还有呢，毛派武装，对吧？曼尼普尔，对吧？还有那个藏南地区是吧？他们叫那个什么邦来着？阿鲁纳恰纳尔邦，全是那个反政府武装啊。那这就是我们当时重视意识形态和舆论的那个成果，所谓的成果，对吧？那当年尼克松为什么肯那个哭着喊着屁颠的跑来拜谒毛主席，两个人商量如何联手把苏联搞掉，对吧？那就是因为毛主席深谙舆论的重要性，他就是文人秀才出身啊，他太了解那个笔杆子的重要性了，对吧？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那个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那苏联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投降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伪共产主义，对吧？那毛主席就是那个时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无冕之王。第三世界或那些共产主义阵营的那个国家都认毛主席为无冕之王，除了那个赫鲁晓夫，那不算，对吧？他已经修正掉了啊。
你们别小看文字和语言笔杆子的威力，很多时候笔杆子就是比枪杆子管用。今天有一个网友也留言了，说你那个没用啊，有种要去美国领事馆、大使馆门前游行啊，抗议卖武器给他。我说那太 low 了，抗议游行管个屁用，没用啊！我们用我们的嘴，我们用我们的文字、语言、视频，这就是武器，去占领那个海外的舆论阵地，为国发声。这就是我做视频、开频道的初衷。我跟你讲，对吧？我看不惯那帮人啊。那么，由于当时欧美的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和剥削啊，那个时代那个各国欧美各国资本主义那个阵营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不断。60年代60、70年代，那些统治阶层害怕的看到毛主席，为什么发自内心的恐惧？为什么？不是说你打仗厉害，你蛊惑人心厉害，你把他们本国的民众都挑动起来了，他们不害怕吗？随时就是对吧？那个共产主义要讲究暴力革命，随时准备那个颠覆你推翻你政府啊，那他不害怕？天天的做噩梦，我跟你讲啊，那被逼无奈啊，只能通过那个妥协，对吧？通过提高劳动人民的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和政治权利来妥协。那么我举个例子，美国黑人的公民投票权，就是在1965年美国通过了那个选举权利法才获得的。那1965年之前，美国黑人是没有投票权的。那到现在才多少年50多年，55年是吧？那么黑人的投票权其实是通过那个全世界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掀起波及才得到的逼的毛主席不是说嘛美帝国主义是从来不讲道理的，但凡讲一点点道理，那是被逼的，那就被逼的，对吧？那这是跟中国我们牢牢占领了这个舆论阵地然后输出革命有很大的关系。我跟你讲那后来欧美国家吸取了教训，对吧？提高了底层人民的福利和自治权利。那反过头来，我们肯定毛主席过世之后很多地方都懈怠了，然后一切向前看。很多地方我们都忽视了，有值得改善的地方有很多。那肯定这就缺点那帮人看欧美到现在一直在指责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8964，对吧？8964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颜色革命，对吧？那然后被欧美制裁了10年连续真的10年制裁了。那搞得我们上海的原来那个上海的姜老大，后来到到北京去了的江泽民，对吧？姜老大跑到美国去装孙子，没办法，要吃饭，人民要活，怎么办？当时经济是非常差的很穷，只能去装孙子，好像在哪里在那个在小布什那个家里还是白宫人背那个独立宣言，还那个底格里斯堡宣言，然后弹钢琴唱，他是文艺青年江总文艺青年，可以的，那个才华也可以，能弹能唱，一般人做不到的。我跟你讲，他那么大年纪了，对吧？然后那个朱镕基，对吧？又去那个参加了那个关贸总协定，那么叫 GATT， 后来叫 WTO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让出了很多的那个利益，没办法，那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是双赢的嘛，然后总算让我们进去了，那才有今天的经济，中国世界第2的经济地位现在的经济规模，真的，因为你就是他不把你纳入这个世界贸易体系谁跟你玩？你自己玩，苏联完蛋了。对吧？那你怎么办那你得融入他们那个体系，你得装孙子，那还得就说白了就也是一种战略欺骗吧。你得让人家相信你没有威胁，是吧？现在已经装不下去了，那就干吧，是吧？就这么回事所以中国经济能在短的你看就算90年代吧，30年不10年，就短30年，迅速的崛起大概我估计欧美国家得花个200-300年才能达到现在这个规模那江总功不可没。我很多人在骂江总，是谁骂的？法轮功轮子那帮人。为什么在江总的任内，轮子是在大陆的轮子是在江总的任内把它铲出来取缔了，那个李洪志逃走了，你知道吧？大概我估计跟美国人说做个交易怎么样放他走吧，对吧？因为你铲除了从根拔起了，没威胁了，你一个人无所谓对我们整个大陆政府来说，是吧？
然后就我再比较，拿这几天法国的恐怖袭击，法国的那个教师斩首案，然后血案，然后那个法国尼斯的那个恐怖袭击，对吧？到教堂里面去的那个割喉斩首啊，那些绿教的极端教派的做法，我认为是太 low 了啊，这太 low 了，简单粗暴，毫无技术可言啊！靠恐怖主义永远无法赢得人心，无法赢得人心啊，也永远无法成功的。那要想成功，是你事业上也好，政治要夺取政权也好，那靠的是夺取人心，而不是靠杀戮。包括那个伊斯兰国 IS 对吧？意思，他就是靠杀戮，没用啊！你那个沙特谁呀、还是土耳其啊？对啊，后面金主再给钱都没用，没人跟你玩了，你知道吧？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好了，你看越来越不行了，是吧？那帮半文盲呢？那绿教，我认为他们还活在1000年之前呢，还活在1000年之前啊。那我前面说了那么多的铺垫，就是为了说什么？我们目前的国际舆论啊，我国目前的国际舆论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还是很恶劣的。国内外那个反华反共的浪潮啊，在美帝的操控下，一波接着一波攻击中国，对吧？一会儿这个波什么 China virus 中国病毒啊，还有什么要中国前段时间现在压下去，前段时间说要中国赔偿25万亿美元啊，赔偿那个全世界作为那个武汉病毒，他们叫China 中国病毒蔓延啊，全世界由我们负责，那凭什么对吧？全他妈一帮强盗啊，一帮强盗。那目前我国内呢，官方的媒体啊，反击啊有反击，但是效果我看不是太好，没人看，你知道吧？没人看啊，人家不信。那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得力的人才在台上，就是有权的实权人物没有一个有得力的人才。国内有能力的、有思路、有战斗力的人太多了，但是得不到重用，没人用他有什么用，对吧？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不到重用，对吧？说实话，在位置上呢，都是平庸无能之辈。我不是说他们那个故意这样，我不能这么说啊，也有部分那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大部分还是不是这样的。但还想谁不想立功，谁不想表忠心？但他没这个能力啊，无能啊，平庸啊，对吧？庸官太多了，庸官啊，是吧？就像庸医一样，庸医不是害死人嘛，对吧？庸官误国，对吧？你看那个。改开40年以来啊，一味的学习欧美，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饮食、穿着啊，包括影视领域，对吧？那个思维方式是好多青少年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西方化了。比如孩子不能打啊，要靠说服。那么我们中国从小教育孩子就是棒头上面出孝子，古训啊，孩子不打就不成器的。你越是宠他，你越是跟他说，孩子都是这样。还是我们上海就是那么贱，你知道吗？我们上海话叫还是蜡烛，不点不亮，就必要的时候就得打一顿，他记得住，否则他记不住。你跟他说转头就忘了，对吧？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对吧？女孩子要富养，所谓的女孩子要富养啊，不能让孩子那个让他玩，不能逼着孩子学习啊。什么中国式的填鸭式教育就是摧残人性啊，还有不能吃狗肉啊，不能虐待动物，他妈什么东西啊？狗肉跟猪有什么区别啊？你做宠物了就不能吃了？你跟白人学啥？你看现在那法国，你看做那个怎么说高大上啊，圣人啊，是吧？圣母心啊，你看遭到反噬了吧？活该啊，活该，是吧？这就是西方和平演变啊，还有文化思想呢渗透所成功的地方，好多人都相信这一套，你知道吧？还不知道，不知不觉认为，这就是高尚的高等的生活方式啊，这不懂没文化真可怕，我跟你讲。那这种润物细无声啊，用好莱坞电影啊。各种媒体啊，传媒现在原来是电视，后来是那个VCD 啊，后来是现在就是互联网，对吧？还有国内各种公知带路党、精神美国人的等汉奸卖国贼的，在那帮人的配合之下，用那个民主、自由、人权、博爱啊那种高大上的口号，那个代理之下啊，去忽悠中国人，然后还蛊惑了一大批的中国人，我跟你讲。那很多人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行过来呢？08年奥运会不是08年迎圣火吗？在欧美各国，欧洲特别是欧洲法国遭到那些藏族分子、法华文分子一路就是阻挠
好多年轻人，特别年轻人醒悟过了，那帮人太坏了，对吧？那帮人好多年轻人才幡然醒悟，包括好多那个怎么说，当初的对于那些欧美国家所谓民主国的心有向往的那帮人醒悟过来了。我早就醒悟过来了，我06年就回国了。我跟你讲，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多年，目睹了好多电影和新闻电视看不到的丑恶现象，还有人和物。我早就看透了美帝的虚伪阴险、虚伪、贪婪我早就看透了，所以我一点不喜欢那边地方是好，我承认是好地方，但是不属于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得回中国是吧？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那回国后呢我忙于各种生意嘛，对吧？然后我也是比较喜欢那个发点声音的那个当时没有这种视频平台，都是论坛我也是比较善于那个写文案的。然后呢，在国内各大论坛主要是天涯论坛和一些那个移民论坛，我发表了一系列的爱国文章和那帮无良公知、精神美国人、民族分裂分子、反共反华分子都斗争过我的战斗力是杠杠的，各位老铁们后来听过来那个天涯论坛把我的那个文章都删了号也禁言了，所以我其他移民论坛那帮人被他们群起而攻之。我说不要移民他妈的全傻逼我举例子摆事实举道理给他们，没人听没人相信，你知道吧？当时那个移民论坛那多火，0几年06、07、08那会儿移民火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所以那后来我就不玩了，因为当时国内舆论环境太差了，对吧？我孤掌难鸣我也找不到，说实话，同道中人很少周围身边所有的绝大部分的亲戚朋友、同学，包括生意伙伴，都盲目崇拜西方。我回来了，我跟他们说，他们不信你怎么办呢？对吧？这问你你混得不好，说美国不好，我说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对吧？那今年由于那个疫情的关系那个我空闲时间又比较多了说实话闲得蛋疼那我就翻墙去油管看看，那一看不得了一看不得了，上面全都被他妈法轮功、反共反华分子和害贱卖国贼给占领了，对吧？什么江峰时刻史东记文瑞还有文昭什么，还有那个陈破公，还乱七八，全他妈一看，你看相由心生，你一看就是坏蛋，就是那个坏蛋的脸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你知道吧？那为国发声的爱国频道有，但是不多有，但是不多那包括那个国成的郑国成那个阿姨，对吧？贤福树阿姨还有好多了，我不一一例举了那订阅数和播放量跟那些反共反华的法轮功媒体不能比的差一个数量级了。那而且自从川普上台之后，18年就开始动手了，打贸易战、科技战抓孟晚舟还有抓好多华裔那个顶级科学家抓进去或者被自杀具体看我第3期第3期里面有详细介绍舆论战、军事威压16年南海那个岛礁叔叔拿了那张擦屁股纸，对吧？所谓的海牙那个什么法庭的判决，对吧？来搞我们，后来还好我们习大大顶住了，对吧？100多艘舰艇还包括那个东21，美国人当时还是奥巴马，但是我估计他为什么没敢动呢？他想我也下台了，8年做好了，功成身退了，我跟你共产党去死磕干嘛？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川普了，你知道吧？这个很有关系的，我跟你讲，当时差点打起来，差一点点。全方位的极力那个无极那个全方位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中国的，就是遏制中国的建设，阻断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过了那么多年，我说实话，我心中的爱国热情，我可能一丝一毫没有减少过反而多了，只有更多，没有更少没有丝毫减少。我的战斗力还是杠杠的所以我就忍不住在油管开频道做视频为国发声了但是呢，我深知呢，我单打独斗是没法成功的，没用没人理你那么所以呢，我需要那个同道中人所有的那个爱国 UP 主同道中人团结一致，才能在国外的那个舆论特别是油管的那个舆论阵地上能占有一席之地那今天还有个网友留言说怕说什么怕爱国频道被一锅端 FBI 会来找你怎么样，怕我被法轮功那帮那个轮子反共反华分子那个骂的攻击我回复了，放心，我是老司机了那我战斗力杠杠的那骂人那个
那个语言组织能力，我特别文字啊，特别用文字，因为原来我喜欢在论坛发文章嘛，这个我太熟悉了啊。套路对吧？那个杠杆的战斗力啊，我零几年时候，我这个零几年国内的舆论环境有多么恶劣，大家有那个老网友都应该知道对吧？那所以你看现在那帮半文盲啊，白痴一样的半文盲，没文化的小丑，只知道造谣谩骂，还有什么像那个蚂蚁帮郭乌龟那帮蚂蚁帮，只知道骂人，骂女人的那个这性器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你要骂人不带脏字，那你本事骂了人家要吐血，把那个诸葛亮把王朗骂死了，那你的本事啊，对吧？那跟我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一个档次，那种人，哎呀，这我看不起他啊，看不起他。那最后啊，我还要特别感谢啊，国成和谢不川阿姨那个你们的那个回复和鼓励啊，又订阅了我的频道，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啊！祝两位那个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天天开心，大家一起努力为国发声，占领海外的舆论阵地。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订阅我那个频道的3位上海老乡啊，2位是在日本的，一位上海大妈，还有一位网名我忘了，还有一位是在加州的，还有一位是在加州的。还有一位刚才啊，那个录视频前又收到一位在他用那个上海话腔的普通话，我一看就知道是上海人。我不知道他从哪个频道看到我留言过来的，我不知道啊。那我都特别，因为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对吧？他们都留言鼓励我啊，为国发声啊，支持你的然后订阅我的片，我很高兴啊。那个证明什么呢？我们上海男人不是小男人啊，好多北方人对吧？我们有地域歧视啊，地域偏见啊，说上海人小男人怎么样啊？在家里做饭啊，为女人洗内裤啊，那你怎么了？对吧？我们疼老婆啊，怎么了？对吧？但是我不洗的啊，我说白我不洗的啊。那个我们上海男人不是小男人啊，也有爱国的啊，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吧？那如果有机会，那个上面那4位上海老乡啊，如果从海外回上海了啊，联系我，大家聚聚，我请你们喝下午茶啊，认真的，不开玩笑啊。那最后我还要感谢今天所有给我那个留言回复和订阅的那个所有的爱国网友，包括帮我指出我缺点的，希望我改进的啊，我尽我的能力，我原来不是专业的，我不是这行饭，你知道吧？我就是一时兴起，一时心血来潮就开始玩了，你知道吧？票友就是玩，你知道吧？好玩。那今天我跟你讲，我挺高兴，就是增加了那个订阅量，增加了250个，真是250了啊！我就是那些其他的网友我也记不住啊，我也不一一说名字了啊。那你们的大力支持啊，给了我继续战斗下去的无穷的动力啊。那我们所有那个海内外啊，爱国的中华儿女都要团结起来，对吧？一起为国发声，去和那帮反华反共的那个人渣去斗争啊！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所有爱国的中华好儿女啊！谢谢大家。